我的小人书呢？还不还我？哎呦！行，你狡辩吧，我听着。我和小弟看书，被我爹发现没收了。你说什么？你居然把它弄丢了！等等，福哥，我有一个宝贝可以抵。什么东西？如果让我满意，大不了不追究了。看着像铁，怎么轻得像木头？这玩意儿硬得很，我拿石头死命砸过，连个印子都没留。不能吃，不能用，破烂玩意。福哥，我实在没钱赔了，你总不能逼我去偷钱被打死吧？行了，走吧，各回各家。回来了。爹，先生那几本破书早被我翻烂了，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想看书？明年我送你去镇上的大学堂，以后给我考科举，当大官。什么？福儿才14岁，你舍得让他一个人去镇上？我绝不同意。妇道人家懂什么？村长透了口风，这几天有大人物来咱们村，8成是朝廷来选拔学子去城里深造的。快，王红，带上王福，赶紧跟我走啊！可是朝廷的钦差大人到了。什么朝廷？是仙人，仙人来咱们村子了！都安静！100年前，咱们祖上救过落雨宗的长老，换来3次拜入仙门的机会。前2次，咱们村连个仙苗的影子都没摸着。今天是最后一次，只要能出哪怕1个仙人，朝廷都要给咱们全村发赏钱。我小时候真见过白衣仙人从天上嗖的一下就飞下来了，天上。哪位是梧桐村的村长？免了，这是落雨宗第3次来收徒。若今日仍无身具灵根之人，你我2家100年缘分就此斩断。规矩很简单，把手放在这块测灵石上，心里默数5个数，只要石头发光，便可随我一步登天，踏入仙门。你叫什么名字？我不修仙，我要考取功名当大官。考什么功名？给我回去当神仙！下一位。福哥，慌什么？要有自信，看我的！村长，是您家大孙子，恭喜老村长啊！姓名：周鹏，合格。下一个。亮了就过。都爆了！只给你们半个时辰回家告别，过时不候。咱家福儿被仙子选上了，要去做仙人了。出门在外，一定要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拿着，这是你娘刚炒的花生，带在路上吃，别忘了家乡的味道。
瑶儿，你在家好好听话，等哥修仙有成，一定回来带咱全家人飞天。是谁？还不现身！云凝霜，如今你的性命在黑市中已是重金难求。都说云仙子冷若冰霜，在我眼里，这身清冷不过是伪装罢了。一起出手，给我拿下他！极品法器！逮到你！击出底盘！云凝霜，若是这3个凡人因你而死，你圆满的道心必将留下致命破绽，乖乖就范吧！妖孽！敢跟我作对！入宗之后，千万别再叫我仙人，唯有飞升才能成仙。今后唤我云师姐即可。火毒已经彻底拔除完毕。接几个凡人这种小事，何须劳烦云之妹亲自跑一趟？师尊之命，我亲自办妥，不劳赵师兄费心。云师妹辛苦了，路上可还顺利？碰见几只烈火门的人，顺手清理了。后面的事劳烦吴师兄，我要闭关准备筑基。
这绝世天才才入宗没几年，竟然就要冲击筑基期。云师妹要冲击筑基，太好了！我这里刚好有2枚师尊赐下的极品筑基丹，师妹若是不嫌弃，这蓝袍青年飞速吃的也太离谱了。你们3人继续宗门测试，之后吴师兄会安排你们修行。走吧，跟我来。吴师兄，咱们这是去哪儿？不许乱喊！吴师兄岂是你们随意称呼的？行了，他们刚入宗门，还未修行，不知无过。你们记住，修仙界不分先后，只重修为实力。你们称呼我为吴师叔，而这位是金丹长老的亲传弟子赵泽林赵师叔。哼，依次将手放上测灵碑。我还以为是什么绝顶天赋，没想到竟是5行杂灵根。哼，一个村能有灵根就不错了，纯粹就是走个流程而已。赵师侄，收敛些。梧桐村毕竟对宗门长老有恩，不可太过分。吴师兄，难道还不让人说实话了？我这刚刚从凡俗找来3个好苗子，不如咱们添点彩头，赌一把如何？这是一株高达600年份的木属性极品青光草，我拿它赌你手中那株500年份的雁门草，敢不敢接？好，这局我接了。刘洋，你先上，让吴叔叔见识见识。哈哈哈哈哈！火土木中等3灵根，吴师兄承让了。你们2个也去测测。唉，连个上等灵根都没有，真是让人失望啊！你们2个去。金水双灵根，5行之中金生水，这可是上等灵根中的极品啊！哎呀，周师弟，哪怕被哪位金丹长老收为亲传弟子，那也是必然的事儿啊！以后可得多多提携师哥我啊！你快上前测试。哈哈哈哈哈！你，哈哈哈哈哈！这居然是比上等灵根还要恐怖的风属性异灵根！天哪，这可是咱们落羽宗100年来的第4个异灵根啊！来人，将这3个中等灵根的带去外门，分配苦销任务。你们2个天赋异禀，无需经过外门考核，直接进入内门。稍后本座会亲自带你们去拜见掌门。至于你这个5行杂灵根，只能从最底层的杂役做起。
若是10年之内无法突破炼气4重，这辈子都别想成为正式弟子。吴师兄，我若是没记错的话，似乎还有一个破格晋升的方法。在落霞峰后山有一条千崖石阶，能在12个时辰内走完，就能被收为亲传弟子。听见没？这可是逆天改命的好机会啊！那千崖石阶全在悬崖峭壁上蜿蜒，险峻异常，你最好想清楚。这坏蛋就是想借机报复我，若是不拼一下，只能在宗门里做杂役了。弟子愿闯千崖石阶。既然你执意逞强，那便成全你。这条路已经存在数百年，正是上一任落霞峰峰主专门留给废柴弟子的最后一条求生路。这么多年来，仅只有一人能以凡人之躯在1天1夜内登顶。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只要失足跌落，必定粉身碎骨。我一定要成为正式弟子。这烂摊子交给你盯着，记住，王峰和周鹏这2个绝世天才可是和他同村的，你最好收敛点，千万别把事情做绝了。吴师兄放心，我还不屑对一个凡人下杀手，这石阶足够要他的命了。杀你，脏了我的手。这千崖石阶，只要我稍施手段，就能让你这只蝼蚁头破血流，生不如死。好好享受这真正的炼狱吧。我不甘心，我绝不甘心只做一个端茶倒水的废物杂儒。我也要像云凝霜师姐那样，除魔卫道，长生不老。咦，没想到今日竟有人攀爬这千崖石阶。诗儿，停下吧，再往上走，你的命就没了。趁早下山保命去吧。正式弟子，我要成为正式弟子。五行杂灵根，体内竟然足足开了8个灵窍。如此逆天的毅力，却配上这般诡异绝伦的体质，天道何其不公，何其不公啊！罢了，既然相遇即是缘，老夫便赐你一场逆天机缘，看你能否在这死局中趟出一条活路。福祸相依，造化在己，小娃娃好自为之吧。这老头不仅骗走我的3000年遗药，哼，居然还想掳走一个武灵根的废物，真是可笑。时间已到，距离尽头还有100劫，失败。哼，庸民！若不是怕你这同村小子的死，惹得凝霜师妹心生厌恶，我才懒得管你死活。我的伤竟然复原了！走。这里是杂役处，认清你自己的身份，就在这儿了此残生吧。既然1天1夜登顶这条路断了，那我就走另一条路。只要10年内突破炼气4重，我照样能杀进外门。能
能被拥有飞行法器的内门弟子亲自送来，这小子的背景绝对不简单。哎呦，这位小兄弟面生的很呐，不知刚才送你来的那位是哪位高人啊？哦，你是说赵泽林赵师兄啊？他一大早就亲自把我送过来了。你说的可是孙长老亲传弟子的那个赵泽林？怎么，整个落雨宗难道还有第二个人敢叫这个名字？哎呦，原来是王师弟呀！失敬失敬，来来来，师兄亲自领你去登记造册。看来这扯虎志做大强的险棋，算是走对了。王师弟啊，咱们这杂役处干的全是伺候正式弟子的苦力活，种灵米、养灵兽、看护低阶灵草。总之，哪怕是最脏最累的差事，也全凭主事一句话定夺。不过你放心，有师兄在，绝亏待不了你。好险！刚才要是没唱这一出空城计，非得被这胖子折磨掉半条命不可。王师弟，看在赵师兄的面子上，这3本功法你自己慢慢挑。这本水源功法力绵长，这本纵火诀爆发极高。至于这本后土诀嘛，在这大山里修炼，它的速度最快。我这杂灵根的致命弱点就是慢，想要在10年内突破炼气4重，我要拼速度。先别高兴得太早，这后土诀虽然修炼快一丝，却堪称地狱级的。这么多年来，整个落雨宗压根儿没人能练成，这就意味着，一旦选了后土诀，在这弱肉强食的杂役风里，你就等于比别人少了一门保命防身的手段。师弟，你可得想清楚了。为了长生搏命的修仙界，只会比凡人村落更残酷。我的野心绝不止于当个任人拿捏的杂役，我要像云师姐那样飞天遁地，哪怕修炼速度只快一丝，那也是我逆天改命的筹码。我选后土诀。希望王师弟能一直守住这颗修仙的初心。拿着，这是修仙基础常识大全，与基础法诀一样，都是入门标配。这做派简直就像刚从山沟里跑出来的土鳖。不过只要这小子背后真站着赵泽林，其他的根本不重要。他竟然是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活阎王，否则落在他手里，下亏我急中生智扯了赵泽明那张虎皮。这笑面虎一样的死胖子。王师弟，这周围的空屋你随便挑，至于差事嘛，你就负责除草和看护这10方药田就行了。不行，扯虎皮终究是谎言，一旦被戳穿，迎接我的必将是冯大夫狂风骤雨般的报复。我必须尽快拼死踏入修行路，引气入体，汇聚丹田，这只是最基本的炼气境。真正让人绝望的，竟然是这犹如天堑般的灵根差距。我这5行杂灵根就像是一个漏水的破木桶，而那些传说中的天灵根，我这5行杂灵根就像是一个漏水的破木桶，而那些传说中的天灵根，既然差了100倍，那我就拿命去填这100倍的努力。人、地、天3道筑基，还有能飞天遁地的金丹大能，这才是真正的修仙。这本法诀竟然只有前4层，原来如此。宗门为了防备功法外传，怎么可能把完整的功法交给杂役？连入门的门槛都摸不到。你好，你是新来的吧？我就住你隔壁。我今天刚来。对了，兄弟，你身上这味道，去屋后的溪水洗个澡吧，舒坦些。
是什么？这图案的模样，不正是王彤当初递给我的那个破小鼎吗？我本以为早丢在路上了，万万没想到，它竟然直接镶嵌在了我的血肉里。能融入血肉的宝贝，绝对超越了普通法器的范畴，甚至可能是传说中的灵器。这绝对是个逆天机缘！只可惜我现在连一丝灵力都没有，根本无法催动这宝贝。你就是新来的那个王福，这百草谷是我朱镇的地盘，你既然来了，就得听我的规矩。朱师兄有什么吩咐？从明天起，你每天去清灵潭挑20桶水。朱师兄，这冯大只是安排我清理药田，若是再去挑水，怕是会耽误了冯大主事的差事。呸！不给你这贱骨头点颜色看看，真以为我们在跟你商量？每天20桶水，少1桶就废了你的手脚。至于冯主事，他可没空管你这种废物的死活。昨天那一脚明明踢得我肠子都要断了，怎么现在那股钻心的剧痛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难道是这小鼎吸干了外面那整堆芽草的精华，才凝聚出了这一滴神液？好臭！王福，你没事吧？疼了一宿，刚缓过来。看见没？这就是反抗朱镇的下场。朱镇仗着家里有钱，早就用银子喂饱了管事冯大富。他现在就是这百草谷的土皇帝。之前有个天生神力的弟子不服管教，直接被朱镇带人打断了双腿，像扔死狗一样扔下了山。你拿什么跟他斗？瞧那小子瘦骨伶仃的，昨天还挨了张衡一脚，我赌他挑不到3桶就得累瘫在地。3桶？我看1桶他都提不起来。哟，你就是新来的王福，被张衡踹了那么重一脚，居然还能爬起来，命挺硬啊！这么小的事情，不会是这动作也太慢了，跟着你迟早要被连累。我先走了。既然这小鼎能吸干枯草的精华，
那这富含清灵气的清灵潭水呢？既然你这么能干，挑20桶水怎么够？听说你力气挺大，一个时辰就能挑完20桶。张师兄谬赞，都是些苦力活。你们这些蠢货，修炼再久也是废物。从今天开始，你每天给我挑50桶水。张师兄放心，50桶水，1桶也不少。正愁没借口在清灵潭多待，50桶水，刚好能把小鼎沉入潭底吸个够。哎呀，王师弟，听说张衡师兄刚才来找你，可是又欺压你了，真是欺人太甚！凭什么让你每天挑50桶水？这还怎么修炼？张衡前脚刚走，这事绝不可能传开。原来是你这小人在背后捅刀子。你为何会知道张衡让我挑50桶水？我刚在路上听别人说的。张衡才走多久？难不成他逢人就说？你当我是傻子吗？没错，就是我告的密。我世代从军，你一个山野村妇，凭什么活得比我轻松？收拾你，就是我一句话的事儿。你个废物，给我跪下！滚！张衡他们要是再来找麻烦，我见你一次打一次。仅仅半个月的灵验，就能一招废掉黄征，必须加快速度。炼气一成，成了！王福，这次我要彻底断送你的求仙之路。7天，仅仅7天，能瞬间施展3根地刺，这门法术已然登峰造极。朱镇那帮人心狠手辣，在没有绝对实力前，炼气一重的修为必须死死藏住。有灵液源源不断的补充，虽然还未到炼气1重圆满，但境界已彻底稳固，甚至能连放3次地刺术，最多不到3个月就能强冲炼气2重。深融泥土，这遁地术简直深奥的离谱。不过一旦练成，绝对是真正的保命底牌。绝对是黄征，能在此时下死手的只有他。没死就赶紧给老子滚出来！老子隐忍了10个月，现在是仙人，还不滚出来受死！你一定很意外吧？不过是区区一道水剑术而已。不好，是水术术！这下我看你往哪儿躲！给我去死！祭祀术！你凭什么能施展法术？因为我也是修士。不可能！同门相残，一旦暴露，必废修为。要是练成了遁地术，这件保命神器居然是个邪物！我王福就算死，也绝不修这等邪法！
成败在此一举。炼气2种，常人需苦熬数月的门槛，我竟然强行跨过去了。王府，你个混账东西，整整5天不去挑水，老子看你是活腻歪了。今天你要是教不差，老子直接扒了你的皮，还敢瞪我，找死！慢着，我们这位王师弟现在可不是任你拿捏的蝼蚁了。炼气2重，这怎么可能？他入门才2个月。各位，别来无恙。好一个别来无恙，可惜跟我套近乎没用。你以为突破了炼气2重就能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这几天确实有事耽搁，没得商量。有商量，打赢我们。张衡，你去领教一下王师弟的高招。既然躲不过，那就痛痛快快打一场。火属性爆发虽强，续航却差，只要躲开第一波，就能耗死他。缩头乌龟，给我化成灰吧！第4座。张衡，你输了。你不守规矩！老子定的才叫规矩，可我还没输。从今天起，你每天挑200桶水，不挑，老子现在就废了你！想废我，那就大家鱼死网破！既然要废我，那我就毁了这片灵药，大不了同归于尽。底层杂役竟然敢玩命，真毁了灵田，我也脱不了干系。小子，算你狠！走，山不转水转，咱们走着瞧。去吧，尽情找，哪怕掘地3尺，你们也挖不出一个死人。修仙绝不是过家家，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这段时间连活埋自己都试过了，这门遁地术依然毫无进展。成功了，终于成了！那小子最近有什么动静？除了每天雷打不动去清灵潭打坐，根本没半点异常。哼，绝不可能！短短几个月从凡人飙升到炼气2重，连这种基础法术都能练到大成，他身上绝必有天大的奇遇。要是找不到，就算杀人越货，我也要把他的木屋掀个底朝天！你说什么？那门赵师兄非但不是他的靠山，还是他的死仇。千真万确，赵师兄甚至放话，谁弄死那小子，他重重有赏。好得很！一个底层杂役，居然敢骗到老子头上！冯大富，难道黄州的事彻底败露了？冷静，死不认账，绝不可能被人抓住把柄。咦，你竟然成了修士！全凭冯师兄照顾，安排了这宝地，这才侥幸突破。这小子4、5个月就练成了，看来那本功法跟他倒真是契合。少废话，小子，我问你，你和那门赵泽林赵师兄到底是什么关系？怎么不说话了？事情败露，无话可说了是吧？没关系啊。好一个没关系！你当初可是把老子唬得团团转，老子还以为你是他什么皇亲国戚，就差给你当孙子了。冯师兄喝口水，别气坏了身体。结果你跟他是死仇，你把老子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喝个屁！今天你必须给老子一个说法。冯师兄，这事儿真委屈，我从始至终也没说过我和赵师兄有关系啊。你的意思是老子自己蠢，自己上赶着巴结你？哼！既然没关系，这百草谷的肥差你也别想站着。终于能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冯师兄，离开这儿我能去哪儿啊？去一个你永远也不想去的地方。既然你已经是炼气2重，那就发挥点余热吧。黑木崖，冯大富还真是够狠的，难怪小东风的人把他当活阎王，在这儿想修炼到炼气4重，简直难如登天。别人慢如蜗牛，但我不同，这满山的黑木全是小鼎最完美的养料。有了黄真的前车之鉴，在这宗门里，任何人面前都得竖起一道铁墙。这黑木极硬，杂役想钻下灵石根本不可能，唯独老林是个例外。我在这教了70、80号人，也就你小子把我的底全掏空了。都是老林你教的好，不然我哪能学会这每年省下10几块灵石的绝活？老话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能不能成还得看你的造化。冯大富和老林在嘀咕什么？看来要对我下手了。那死胖子今天偷偷塞了我几块灵石，让我往死里刁难你。那你，
钱我收了，事儿嘛就当耳旁风喽。这老家伙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体内的清灵坛灵液已经彻底耗光了，修为卡在炼气2重巅峰，寸步难行。炼气3重，这是神石，这可是炼气4重才能拥有的能力。这小鼎炼制的灵液竟恐怖如斯。遁地术练成了大半，但炼气3重的灵力，主就还是支撑不了太久，必须加快速度。王小子，宗门里这几天可是彻底掀翻天了。怎么了？云凝霜出关了，马上要去地脉进行地道筑基。乖乖，那可是30年一遇啊！第二件事更劲爆，堂堂亲传弟子赵泽林居然被云凝霜当众一巴掌扇飞了。传闻说是为了一个杂役弟子，赵泽明的师傅孙乾长老气不过跑去讨说法，结果你猜怎么着？落霞峰峰主霸气出手，一巴掌将他硬生生扇飞出天际。金丹后期的恐怖威压呀，吓得现在全宗上下连大气都不敢喘。炼气4重，终于突破了！现在我彻底拥有了成为正式弟子的资格。以现在的灵力，足足能在地下迁行1刻钟。乌镇、张衡，你们当初的照顾我可是始终铭记在心。有仇不报非君子，我虽不是君子，但现在是个致命的猎手。走。朱震是炼气3重，最具危险，必须先弄死他。算你死得痛快。修仙界本就是弱肉强食，既然已经结仇，就绝不能心慈手软，只能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就差一点了，马上就能突破炼气3重。不，明明只差一点就要突破了，为什么？这下全死绝了。遁地术暗杀固然出其不意，可一旦遇上拥有神识的高手，灵力波动必定会暴露行踪。看来回去后必须得立刻修炼敛息术了。朱师兄，朱师兄醒了吗？咱们商量点事儿啊。奇怪，平时这个时候早该起了。好重的血腥味！死人了！朱师兄被杀了！快叫人去叫张师兄一起扛事！张师兄出大事了！张师兄也死了！这可是2条人命，事情根本压不住了！快跑去小东风找主事冯大师报信儿！该死，真是活见鬼了！天刚亮就听到这个消息，这要是真的，我这条命怕是都要扎进去。高高在上的凝霜仙子，竟然为了王府那个杂役，当众扇飞了赵泽林。冯大富啊，冯大富，你真是瞎了狗眼！几个月前，居然亲手把这尊大佛发配到了鸟不拉屎的黑木崖。要是让凝霜仙子查下来，还不扒了我的皮！哟，冯管事，今儿刮的什么风，把您这座肉山给吹上来了？老林，王府呢？急什么？那小子勤快得很，大清早指不定去哪儿修炼了。修炼？这破地方连一丝灵气都没有，他修哪门子的炼？你别废话了，赶紧把他找出来！我是1秒钟都不敢让他在这破地方多待了。这你就不懂了吧？这小子天赋异禀，早就偷偷突破到了炼气3重，甚至连我压箱底的本事都被他摸透了。后生可畏呀，他如今比我还厉害。这才不到1年，这小子竟然就炼气3重了，真不愧是跟凝霜仙子有瓜葛的狠角色。赶紧的，把这位爷请下黑木崖，好好供起来！眼看着马上就要成为正式弟子，离开这里，以后想上黑木崖薅羽毛可就难了。
得抓紧时间。够用一阵子了。哎呦，我的小祖宗，可算找到你了！快快快，跟我下山！冯管事，你来的正好，我正准备下山找你办手续。办什么手续？我已经突破炼气4重，按规矩必须离开小东风，晋升外门弟子。炼气4重，你到底吃了什么天才地物？快告诉我！管事说笑了，哪有什么天才地宝？那你怎么可能？全靠老林传授的伐木绝技，我日夜练习，榨干了最后一丝潜力，再加上之前攒下的一点灵石，昨晚才侥幸突破。老林，多谢这段时间的指点。走吧，这地方困不住你。记住，出去后万事小心。直到此刻，我才终于知道，这个传授我绝技的落魄男人，名叫林应河。就那砍树的破技巧，还能让人突破？骗鬼呢吧？这胖子不好糊弄，若是不彻底打消他的疑虑，日后必生事端。冯管事，哼。地刺术能瞬发4根，确实是修炼到了圆满境，但这也……随心所欲，形态万天，这竟然是法术的最高境界——登峰造极。这等妖孽般的悟性，要不是受限于他是个武灵根，恐怕就连金丹老祖都要打破头抢着收他为徒吧。王师弟果然是深藏不露。走，师兄，我今天亲自护送你前往外门报道。好浓郁的灵气，这可是比小东风浓郁数倍的宝地，在这里修炼绝对事半功倍。王师弟，这还只是外门，若是到了内门，灵气还要浓郁数倍。哦，这么厉害！冯师兄去过内门？那倒没有，不过我内门有人。看出来了，这小子绝对是在嘲笑我胖，换做别人，老子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可偏偏这小子和凝霜仙子关系匪浅，打不得也骂不得，憋屈死我了。哎呀，外门输入殿的执事可不一定常在，咱们得快点上去，去晚了可就办不成手续了。这胖子报复心还挺强。王师弟，快点啊！没吃饭吗？再晚点，执事可就下班了。让你小子嘲笑我，累死你！冯师兄，你这法术威力真大，跑得太快了。那当然，这可是御风术，若是练到圆满境界，甚至能从高处短距离滑行，犹如御剑飞行一般。这么厉害，冯师兄，不如你把这御风术教教我呗。这小子终于上钩了，嘿嘿，教你也行，但你得老实交代，你跟高高在上的凝霜仙子到底是什么关系？万万没想到，这死胖子费这么大劲跑在前面，竟然是为了套我的八卦。冯师兄，你误会了，我跟云师姐真的毫无瓜葛，清白的很。少跟我装蒜！要是毫无瓜葛，他怎么可能为了你当众狠狠扇了赵泽灵一巴掌？什么？打了赵泽灵？何止啊！甚至连带着孙谦长老都被他落了面子，打了一巴掌。哼，这事儿早就传遍整个宗门了，你还在这儿跟我装无辜？不是，师兄，你听我说，事实根本不是。行了行了，你小子就是咱们宗门现在最大的关系户。等云凝霜师姐地道筑基归来，那可是妥妥的师叔级大能，你这靠山硬的能横着走。行吧，你想知道八卦也可以，先把御风术教我，我就给你讲讲他送我回宗的详细经过。拿去。用灵力激发，贴在脑门上就行。哎，快说正事儿，这法术哪有这么容易练成？你留着以后慢慢。我操！直接入门！老子当初可是苦练了整整1个月才摸到门槛儿。你小子，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其一，你是梧桐村的人。赵泽林欺负你，那就是在打长老们的脸。云师姐这是在替师门出头。这其二嘛，云师姐这辈子连男人的手都没碰过，你小子可是破天荒头一个。你想想看，那可是即将地道筑基的一代绝世天才，说不定他因此对你产生了别样的好感。真想一拳呼在这张胖脸上，
算了，实力悬殊根本打不过，现在心里狠狠记下一笔。一想到赵泽民那个混账挨了大 BO，心里还真是痛快。老宋，快给我兄弟办理晋升手续。杂役弟子晋升，杂灵根能苟到炼气4种，这简直比铁树开花还罕见。等等，难道他就是那个王福？既然成了外门弟子，法器法衣全都是标配，里面有一件下品攻击法器，一件防御法器，一身法袍，还有10枚下品灵石。多谢宋执事。那好，凭此物能任意消雪院落，更是记录功勋的核心信物。师弟，想要破境，完整的5行功法可是刚需，是否需要兑换？敢问执事，这功法怎么卖？基础功法5点功勋，初级中阶法术同样5点。我这刚到手的10点功勋还没捂热乎呢，立马就被宗门安排的明明白白。这么多年过去了，外门这套路怎么一点新花样都没有？兑换，请，里面收录着落雨宗所有的基础功法和中阶法术。师弟，选多了没关系，可以用刚发的那10枚灵石直接购买哦。不用了。相比杂役时期的残本，这本正正功法竟然连半个附赠的法术都没有。算了，干脆随便摸一个土属性法术交差吧。这老者，正是我在攀登千崖石阶时忽间遇到的那位神秘高人，这绝对是那位高人特意留给我的机缘。竟然是一门极其高深的符箓绘制之法。宋师兄，我选好了。东西不错，可惜你的功勋点不够，还得再补11枚灵石。哦，对了，差点忘了提醒师弟，落雨宗所有弟子均有强制的宗门术务在身，期限1年。若是不主动去左边偏殿领取，执法弟子可是会找上门强制安排的。这腹黑的宋师兄，分明是在钓鱼！要是我刚才没大出血买下这3部法诀，没有耗光所有的月俸，这种要命的宗门规矩，他绝对会烂在肚子里，半字不提。种田、喂虫、镇守山门、炼气打杂，全都是耗费大量时间且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若是养死了灵虫，甚至还要遭受严厉惩罚。除非背景深厚、财力惊人，能直接买下成品上交免除劳役，否则大部分底层弟子只能陷入这无穷无尽的无偿打工之中。幸亏我有神秘小鼎在身，不然这辈子都别想有时间修炼了。仙门之内处处受限，被各种条条框框死死锁住，根本不知世人为何还要前仆后继往里跳。为了筑基，为了传承，更为了那虚无缥缈的长生，筑基单成人道筑基，哼！大夏地脉成天道筑基，这通往强者的门票，全被6大仙门死死捏在手里。不入仙门，哪怕是称霸一方的修仙家族，在6大仙门也只是大一点的蝼蚁。6大仙门就是这大夏修仙界唯一的王。万万没想到，高高在上的修仙界竟是这般残酷的垄断格局。惹不起，惹不起！我可不敢住这种绝壁房，半夜起夜掉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条件简直碾压杂役谷几百条街啊！这哪里是宿舍，分明是从贫民窟直接搬进了大别墅。这居然是灵米啊！万万没想到，杂役们在谷里累死累活种出的稀有灵道，在外门竟然只是最普通的口粮。
干了，全被吸干了。邪魔入宗可是统喷天的大事，敢有半个假字，我活剥了你们！这帮紫袍疯子是宗门战力天花板，专斩叛徒和邪魔。看他们去的方向，杂役四方绝对出大命案了。原来如此，师兄慢聊，我先回屋歇息了。执法堂、杂役峰、朱震那两人的尸体绝对被发现了。慌什么？我用的是遁地术，全程连个脚印都没留。就算这帮紫袍疯子把地皮刮得3尺，也绝对查不到我这个杂役头上。除了这2具被吸干的干尸，凶手竟然连一丝气味都没留下。全宗最高敬备，挖地3尺，也要找出那个潜入宗门的尸血魔魔。整整1个月了，连个魔头影子都没有。解除戒严吧。我同时操控2件法器，还是太勉强了。神识远超同界也不顶用，看来只有狗到炼气后期才能当无情的双持法老。提前画好1万张符箓，打架的时候一股脑全砸出去，这不就等于1万个修士同时开大招？就算用钱砸，也能把人活生生砸成肉泥。金丹大能将死之际，自毁本命法宝封入符纸，拥有1/10的恐怖威能，留作后代保命宝牌。原来云师姐那一剑就是符宝，哪怕只有1/10的威力，炼气期拿上它，越级杀人简直如屠狗。得，别说画180张了，连最劣质的朱砂老子都买不起。不仅有1到3级的古老幻法，还藏着这种变态功法。只要练成符魂，我亲手画的符，哪怕在别人手里，我也能瞬间反客为主。要是以后哪个不长眼的拿我卖出去的符砸我，嘿嘿，岂不是全成了老子的免费打手？神识太弱了，撑不住，一旦崩碎，轻则白痴，重则暴毙。不行了，给我喝！我要修仙，我要追寻云凝霜的身影。整整昏迷了3天3夜，居然没死。看来我这修仙天赋真是不行。我把我自己练成了符魂。炼气5重中期，因祸得福，神识足足覆盖了5丈，神识强度绝对媲美炼气7重。这下终于可以大展拳脚，画符赚大钱了。干了几年杂役，就这点家当，连最下等的符纸都买不起，我还画个屁的符啊！一滴原液兑1瓶溪水，完美。极品配方青木灵液，大功告成。酒香也怕巷子深是吧？行，偷师谁不会？师兄，快把你手上的宝贝给我长长眼！我停滞的修为居然进洞了！师兄，快告诉我这绝世猛药怎么卖？5块下品灵石1瓶，值，太值了！这灵气浓度简直不可思议！家传配方果然牛筛，再给我来3瓶！给我1瓶，我要2瓶！别抢我先来的！师兄，求求你下次早点出摊啊！下次必须搞个高档点的柜台，绝不能再这么掉价了。看符笔、朱砂还有符纸。这支黑须笔可是用1级妖兽毛发，22枚下品灵石，配合着妖兽血炼制的朱砂，能硬生生提高1成成功率。10枚灵石拿走。至于这徐家独门符纸，100张只要3枚灵石。给我拿5叠符纸，连笔带朱砂全包圆。贵客爽快，为了交您这个朋友，零头抹了，总共只收您45枚灵石。
修仙百艺果然没有捷径，就算识海里有逆天的符魂，也得挨现实的毒打。试试威力！这等恐怖的破坏力，竟然硬生生逼近了我亲自施法的80%威能。万万没想到，付出这般代价后，最后10张的成功率竟然逆天飙升到了50%。我那原本虚弱的神识不仅完全恢复了，竟然还诡异的暴涨了一丝，画符居然能强行拔高神识强度。师弟，你可让我苦等好惨！你那灵液简直神了，给我来20瓶！这100块下品灵石简直跟白捡一样，发了！师弟，不知你这灵液配方多少灵石肯卖？配方乃我家传，绝不可能出手，价钱随便开，绝不让你吃亏。我叫白迎飞，住在飞云峰上层，再拖几日，我恐怕就要踏入内门了。这玩意儿能在战斗随时中断施法，只要灵力未耗尽，就能无限循环抵挡。宗门妙符的金刚符标价10块，我出12块，师弟觉得如何？成交！这才仅仅是第2次买货，竟然就有各路神仙开始惦记我的灵液配方。这外门绝对能再卖灵液了！若是我自有炼气9重的修为，何至于在这外门活得如此憋屈？哼，闭关，不见天日不出来！师兄，他都在这里消失2个月了，肯定是跑路了。唉，谁能想到我送出去的1张金刚符，竟然捅出这么大的篓子？要是再拖个1年半载，我叔叔反悔不认，那张2级符箓可就彻底泡汤了。师妹放心，不出1个月，我绝对把那小子给你揪出来。外门足足几千号人，连个名字都没有，根本没法找。师兄，你就告诉人家嘛。只要打着李师苏的筑基器名号，直接去内门发布悬赏任务，还怕那帮弟子不掘地3尺？发布任务可是内门弟子才有的特权。师兄，你突破了！我已跨入炼气10重的大门。师兄恕罪，在下一时得意忘形，泄露气息，绝不是有意惊扰。要是被这驻守坊市的内门师兄抓进执法堂，绝对要被扒掉一层皮。大夏地脉关闭。云凝霜与吕峰双双夺得地道筑基，3日后全宗山门迎接，违令者严惩。云师姐终于要归宗了。恭迎贺师叔。掌门师姐谬赞了，能在6大仙门中抢夺到有限的地脉之气，纯属侥幸。等一等，曹燕，滚过来领死！云师妹，如今你地道筑基成功，难道就容不下我这个曾经的师姐吗？今日不仅你要死，你背后的曹家全都要陪葬。云师姐若是没有证据，掌门和数千弟子可不会答应你随便杀人。你要证据，我杀你何须证据？师尊完全不理会，你一回来就赐下灵气，凭什么？破！就想杀我！真是暴殄天物，无人操纵的符箓在绝对的实力面前，连个屁都不算。现在同盟一场，可有遗言？我是落雨宗贺红秋贺长老的亲传弟子，曹家嫡女，没有人可以杀我，你云凝霜也不能杀我。不能杀你，那我今天就杀给你看看。等等，宗门之内唯有宗规，没有家事。想杀人，要么上生死台，要么拿出铁证。云凝霜，你听见了吗？你杀不了我，你杀不了我。证据，这个世界有钱就是证据。
万金贴，竟然是珍宝阁的万金贴！一张保底10万灵石，金贴一出，绝无半句虚言。曹燕勾结烈火门，曹家家主亦参与其中，好大的胆子！曹燕，你这个家族败类，竟敢背叛宗门！我曹家绝对没有你这种！滚！曹家所有人立刻接受彻查，但凡知情半分，严惩不贷。当真是杀伐果断，不愧是我崇拜的云世姐，简直霸气到极点。别提了，炼丹太难了。我现在最头疼的是那些炼丹失败产生的药渣和废丹，真是愁死人。别人眼里的炼丹垃圾，在我这儿可是无价之宝啊！那些废料里绝对残留着海量的灵气和药力。两位师兄请留步，刚才无意间听到两位师兄探讨丹道，实不相瞒，小弟平生最崇拜的就是炼丹师。师弟这是哪里话？绘制符箓怎能算退而求下？丹符阵器4大旁门，只要走到极致，那都是一代宗师。师兄有所不知，小弟最近正在研究一门偏门符法，想将炼丹药渣里的毒性提取出来，掺入符箓之中，以生杀伤力。可惜啊，师弟你早说啊！走，师兄那儿多的是，全送给你。这哪里是垃圾，这全都是精纯的灵气啊！太好了，有了这些，我停滞不前的修为终于要迎来疯狂暴涨了！师弟啊，你可让我一顿好找啊！这货追到家门口，还带个漂亮妹子，难不成软的不行来硬的，连美人计都用上了？师弟别误会，我这次找你可不是为了那灵液配方，而是另有他事。这位师弟，那张金刚符可是你亲手所画？正是在下王符，符箓确实是我画的。和云师叔有关系的那个王符，对，那个只是个毫无修为的杂役，眼前这个都已经炼气5重了。我叔叔正是妙符殿的执事李毅，我看你画符的底子不错，这次带你过去见他，若能入了他的眼，不仅有可你直接晋升内门弟子，还能让你进入无数制服师梦寐以求。给你1刻钟收拾准备。多谢师姐提携，师姐稍后，我这就去准备。这个女人绝不简单，在实力不够之前，千万别惹。这么多，万万没想到，用药渣和废丹炼出来的宝贝，效果竟然远超黑木灵液。能御使这种级别的法器，这位白师兄竟然已经突破炼气10重，跻身内门了。你们在门外等候，我进去找我叔叔。王师弟啊，你看那灵液配方的事儿，咱们能不能再商量商量？价格好说。如果不趁着今天彻底断了这只狗屁膏药的念想，往后必然被他纠缠不休。你真以为那是什么神仙配方？要是这灵液真有你想象中的那种奇效，我何苦还在炼气5重苦苦挣扎？师弟这话是什么意思？实不相瞒，那灵液虽然初期见效快，但会让人产生巨大的抗药性，用的越多效力越差，而且上限极低，顶破天也就只能帮人突破到炼气10重。师兄你都已经是内门高手了，这东西对你来说根本就是一文不值的废水啊！嘿嘿，炼气10重也行啊，师弟你就当帮帮哥哥，开个价吧。师弟你别急着拒绝啊，你忘了我家老祖可是极其擅长炼丹的，你把配方交给我，我拿回去让老祖好好研究改良一番，说不定能拔高上限呢。七叔，就是他在外面候着。炼气5重就能独自绘制上等金刚符，若真如此，倒是个制服天才。里面有桌案，只要你能当面再画出一张上等的金刚符，我立刻做主，绑送你入内门妙符殿。只给你1刻钟。是
哈哈哈哈！好，距离顶尖水准只差一丝，果然在符箓一道极具天赋。七叔，你看我给你找来这么个天才，你答应我的事呢？快给我嘛！拿去吧，千叮咛万嘱咐，不到生死关头，绝不能随便使用。东西到手了，走。还愣着干什么？走，跟我去办入内门的手续。你可知，修仙界大多数制符师，不过是一样画葫芦的工匠罢了。然而，真正的灵符师，却要靠自身感悟，去引动天地之力。若你刚才画的只是寻常符箓，哪怕品质再顶尖，我也绝不会让你一个炼气五重的小子破例进内门。说，你这幻法从何而来？执事大人明鉴，弟子哪有什么背景？弟子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耗费了无数心血和朱砂，才侥幸成功画出那么一张。哈哈哈哈哈！好，机缘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你且安心在妙福殿待着，只要你日后表现好，我必定做主，引荐宗门里的大佬，收你为关门弟子。多谢执事大人栽培。修为太低，炼气五重，内门标配的中品法器、飞行法器以及专属山峰曲速全部扣发。另外，内门三峰的诸多宝地，你目前也没有踏入的资格。这里的法术你可以随便练，但学一门寻常法术就得上交100张同等品质的符箓起步。若是你想学灵符的制法，1000张起步。终于熬到炼气11重了，可是偏偏被逼到了生死边缘。只要是内门弟子，每年绝对逃脱不掉一次出宫门的夺命任务。时间快到了，距离年关竟然只剩最后短短1个月了。再不接任务，执法堂的人马上叫到同门，最后变成就会一句句哭尸。修为越高，这条命就越金贵，绝不能再在外面。1个月才吸干3个人，按照这可怜的吸血速度，顶多就是一只最低级的小妖精怪。这绝对是哪位宗门大佬暗中专门留给自家后辈渡金浑水摸鱼的专属任务。搞定。香言，你一向以血似剑，攻伐无双，今天居然跑来买防御法器，当真稀奇啊！修炼遇到死胡同了，我准备接个极其危险的任务，外出寻找灵药，急需一件极品防御法器保命。别看了，宗门的法器死贵死贵的，功勋你不必掏了，算我私人卖给你，直接削账。4天后来灵庙阁找我拿，这次我给你准备的灵符，包你跪着求我卖。好，那我拭目以待。1000多块灵石，老子疯狂画符9年，堆起来的符纸能把大殿淹了，居然连这极品法器的一个角都买不起。师叔，我要土龙锥和玄甲盾。凑合用吧，比起传闻中的极品法器差远了。李老头还说引荐金丹长老，纯属给我画大饼。
炼气13重大允的神识，斯卡在12重这么久，居然睡一觉直接捅破了临界点。石梦，下次大比灵妙阁第1的位置和那只赤灵符比，老子要定了。妙符殿标价100灵石的底牌，你连玉质级的都能画出来，拿着，算赊账。别死了，死了我可不给你烧纸。啊！糟了，忘买丹药。男的炼气12重巅峰，女的炼气11重。王府师兄，这丫头谁啊？我什么时候招惹过她？王福师弟，难道不记得我了吗？我画的符，只要我心念一动，随时能让你原地升天。原来是谭师兄，幸会幸会。师兄还记得我吗？靠！2年前带我去领法器，在山头绕了3圈，差点把我绕秃的路魑魅。等等，听说他爹最近在疯狂物色没背景的潜力股，想抓去当上门女婿。这丫头不会是带着家族的猎勋计划来的吧？好家伙，又是一个行走的定时炸弹。哪个是谭山元？磨叽什么呢？骑个破叶子出来丢人现眼，你属乌龟的吗？拖全队后腿！王福师兄，你那法器太慢了，要不来我的非洲上吧，我载你。祝仙长鸿福齐天！不必多礼，带我们去事发地看看。是，仙长请随小老师。查个屁，脏兮兮的，你自己查去。本少爷四处逛逛，你过来给本少带路。村长，说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仙长，这事儿还得从1个月前那个雨夜说起。小公子，赶考路上遭了这大雨，快喝口姜汤暖暖身子。多谢大嫂。婆娘，我回来了。当家的，你可算回来了。这位是路过避雨的小公子，去皇都赶考的。多谢大哥大嫂收留。客气啥？当自己家一样。
大人，民女冤了，求大人为我做主。大胆刁民！大夏朝廷严禁女子科举，你一个女流之辈，凭什么女扮男装去赶考？哼！若是你安分守己，待在闺阁之中，怎会引得旁人心生龌龊？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刁妇分明是报假案，企图掩盖自己违禁科考之罪。来人，把她打入大牢！冤枉！冤枉！民女乃是红庭镇第一才女，今不愿一身才华枉费，何罪之有啊！嘿嘿，你好大的胆子，竟然还敢跑到镇上报官！你喊啊！救命！10里8谁不知道咱们人家镇出过仙人？老子倒要看看谁敢管这闲事儿！混蛋！我发誓，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钟哥，人好像没动静了。晕了就晕了，把人随便找个荒地扔了，别在这碍眼。三位仙人，这就是那3个作孽的混蛋。3个大男人残害一个弱女子，如今被妖邪索命抽干了生机，纯粹是咎由自取，痛快。这3个死有余辜的混蛋，真恨不得让他们神魂俱灭！不可掉以轻心，妖邪一旦吸食过生人元气，成了气候，整个村子都会面临灭顶之灾。若是任由他再残害无辜，彻底斩断与躯壳的联系，远走高飞，那才是弥天大患，必须斩草除根。谭师兄，他大仇已报，说不定早就怨气消散，自己重入轮回去了呢。仙人，那邪祟根本没走啊！每天半夜子时，后山荒野那里都会传来凄厉的哀嚎，吓人的很呐。既然如此，今夜子时，我们便去后山荒野，彻底打散他的怨气。去就去，我也要跟着同去。3位仙人，这边请。委屈3位先在此歇息片刻。奇怪，我们好歹是来救命的恩人，这村长不把我们请进自家宽敞的院子，偏偏安排在这村西头的破旧空屋里。孽障，还不速速滚出来受死！这上品法器亮得跟个大灯泡似的，那厉鬼刚成型1个月，看到咱们一群修士如此强悍的阵容，恐怕早就吓得缩在哪个坟坑里瑟瑟发抖了，哪还敢露头？啊！我刚才用神识探查，有一个惊人的发现。谭师兄，发现了什么？乱葬岗的坟堆里竟然多出了3具全新的白骨，而其中1具骨架娇小，绝对是那个惨死的蔡澜。师兄英明，初生厉鬼绝对无法远离自己的尸骨。明日正午，趁着在阳气最盛上设下秘法，只要那厉鬼敢回朝，必定让他插翅难逃。姜还是老的辣。3位仙人怎么样了？那恶鬼到底魂飞魄散了没？暂时没找到，不过村长放心，我等承诺不灭此厉鬼，绝不离开任家村。听到我们留下，他反而更害怕了。这老东西绝对心里有鬼。遁地术。堂堂一村之长，家底殷实，怎么可能连个子嗣都没有？不对劲！地下果然有蹊跷。这竟然
来是一件佛门极品法器。真他娘的受够了！在这个暗无天日的鬼地方硬生生憋了1个月，老子都要发霉了！这人长得好像村长，将亲生儿子像见不得光的老鼠一样藏在地底。爹，你到底什么时候让我出去？那几个仙人不是来了吗？直接让他们把那贱人的鬼魂打得魂飞魄散不就行了？闭嘴！你个逆子！你以为仙人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今晚去乱葬场没抓到那女鬼，浪儿啊，你再忍忍。当初残害蔡澜那丫头的根本不止那3个人，你才是第一个动手的罪魁祸首啊！祠堂里那3个惨死的畜生，不过是陪你作恶的帮凶。要是让那厉鬼知道你还活着，要是让那3个仙人查出真相，咱们全家都得死！如果不是祖上传下来这盏能驱魂灭鬼的莲花灯死死护住这里，你早就被那厉鬼撕成碎片了。幸亏蔡澜那死丫头生前心地善良，化作厉鬼也没伤及无辜村民。只要等那几个仙门修士把他打得魂飞魄散，我的宝贝儿子就能重见天日了。爹，这些仙长也太废物了吧！办个事儿这么拖沓，到底行不行啊？难怪一进村，这老东西就把我们安排在最偏远的村西头，原来是为了掩盖这地下藏着的恶魔。什么狗屁名门正派的规矩，有仇报仇才是硬道理。何方宵小，竟敢夺吾法宝！区区一缕死了几10年的残魂，也敢在我面前叫板？人渣，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丧心病狂，简直是丧心病狂！孙亮他竟然对凡俗女子使用迷魂术，短短几天，4个姑娘惨遭毒手，还有一个性格刚烈的姑娘清醒后直接上吊自尽了。谭师兄，这件事绝对不能就这么算了，必须把他扭送执法堂。董师妹，孙亮固然有错，但孙家老祖可是执法堂的堂主，惹了孙亮就是惹了整个孙家，你可想清楚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怕什么孙家？王师弟，你说对不对？董师姐说的是，此事确实恶劣。好，既然2位师弟辩妹都这么说，我身为领队，自然孙亮的灵力徇私，等回宗门立刻上报此事。我已经画好银鬼符，今晚咱们就布阵，彻底解决蔡澜的事，早日回宗交差。今晚解决厉鬼，顺便把这2个碍事的也一起解决了吧。谭师兄，到底怎么选？给句痛快话吧，把这2个碍眼的家伙彻底抹杀。一旦被宗门查出，那可是死罪。事成法器，存之后再加一件，外加1枚珍贵无比的筑基丹。今晚我们就借那厉鬼蔡澜的手，彻底了结这2个碍眼的同门。符灯一灭，人老可死。王师弟，你这符到底行不行啊？是不是失败了？我这成了。不好，出事了，快走！大胆妖孽，休要猖狂！找死！不好！这厉鬼分身乏术，不如大家一起放弃防御，全力催动2件攻击法器，彻底斩杀他。放弃防御对修士来说无异于找死，可如果不照做，势必会惹怒的谭山元。谭师兄，要是我们放弃防御，此时突然有人对我们按下杀手，那我们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董师妹放心，这里绝无他人，快动手！原本以为这位王师兄深藏不露，谁知法器竟然如此寒酸，完全就是一个穷酸的灵符师。董师妹不惜代价再次爆发，誓要一击毙命！
恩公小心！起！孙家的成名暗器无影针，偷袭者现身了。勾结孙亮残害同门，我早就觉得他有问题。王师弟，孙亮肯定就隐藏在暗处。谢谢。恩公要小心，另一人就在你身后5丈处。真正的猎杀，现在才刚开始。王师弟小心！想坐山观虎斗，那就连锅一起端。极品防御法器，世家子弟的保命底牌是吧？既然打不破，那就用钱砸。这到底砸去多一张接受灵石啊！恩公，金色的符纸，连筑基修士都要眼红的绝杀底牌符宝。董师妹放心，她今天死定了。饶命！鬼说饶命啊！蔡兰姑娘，我有一门秘法能送你们往生，若愿意就现身吧。还不往生，更待何时？恩公大义，兰儿无以为报，唯求来生再见。